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根小高。我这次也终于抢到第一波拿到 iPhone 15 Pro Max。之前呢，我是使用 iPhone 12 Pro Max。那这次看到 iPhone 15的发表会之后呢，其实它的新的拍照系统让我还蛮心动的啦。那我就当然第一时间就是赶快抢 iPhone 15 Pro Max 啦。我看大部分网络上的人都是在抢原色钛金属颜色，但是我对那个颜色就感觉还好啦。所以呢，我这次就抢了白色的钛金属 iPhone 15 Pro Max。那之前一直是使用 iPhone 12 Pro Max， 一开始使用其实都还好啦，但是后面就出现很多问题啊，像是我的无线充电坏掉啊，然后网络常常不知道为什么 WiFi 会自己突然消失啊，然后连线不稳定啊，过热啊，相机宕机啊之类的一堆问题，也拿回去换过了，但是换回来新机全新的一支，还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会出现。那我就想说，其实12到现在也已经3代了啦，也是时候好好来升级一下了。我的频道主要会介绍一些智能家居产品、科技产品的开箱，也会有一些相机周边设备跟一些使用软体的介绍。有兴趣的欢迎追踪我的频道。那这次 iPhone 15 Pro Max 呢，有几个最重要的不同点。第一个就是 Action Button， 第二个就是它的新的3个镜头，还有它的感光元件，以及它这一次终于改成 Type-C 的充电孔了。好，那已经拿到现在很初步的这几天使用下来呢，有一些我自己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来分享给大家。当时在发表会看到 Action Button 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还蛮兴奋的啦，我还蛮想要用这个功能的。那它的 Action Button 呢，有以下几个功能可以使用。第一个就是开启关闭静音功能，第二个就是开启关闭专注的模式、勿扰的模式，第三个就是进入相机可以拍照，第四个可以开关手电筒，第5个可以进入手机的语音备忘录，然后还有开启放大镜功能，甚至你可以自己设定捷径，然后让它自动去执行这个捷径的功能。好，那在实际使用上之后呢，我发现是不是我的期望太高了？因为其实一个按键呢，它可以做蛮多不一样的事情啦，像是我可以按1下、按2下、按住等等的。但是呢 ，Action Button 这个部分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按住进到这个 App 里面之后，它才去针对这个 App 还有不一样的功能，像是我按住它进入相机，然后我按一下它变成是拍照。老实说，像拍照这个功能，就跟它的音量键拍照功能其实是就冲突了嘛，不就一样的功能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自己是觉得是不是有点可惜？原本以为说它会开放就是更多不同的操作方式，但是现在它只有它设定好的这些功能可以使用。那不知道在之后的软体更新这个部分会不会开放更多的功能或使用方式，让我们自由的去设定它的不同按键的时候可以使用不一样的功能啦。好，那音箱在 iPhone 14 Pro Max 我自己是没有了，但是看它的资料呢，它就已经是使用48 megapixel 的感光元件。可是那个时候，它好像都是把4个感光元件浓缩成1个来成像的，所以在它的 High Efficiency 的这个拍照模式下面出来的照片呢，我的音像也都是12 megapixel 的照片，除非你真的要开到 Pro 这个功能，才会有更高清，去到有机会到48 megapixel 的照片的结果这样子。好，那它这一次呢？一样是使用48 megapixel 的感光元件，但是在一般的 High Efficiency Photo 里面，它已经稍微有一点进阶到24 megapixel 的照片结果。那想当然的，你档案就会比12 megapixel 来的再大一些啦。那这次比较惊喜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主镜头1倍的这个主镜头，它有3个不一样的焦段。24mm、28mm 跟35mm， 理论上来说呢，也是数位裁切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居然在它的景深跟人物背景之间的那个距离感呢，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异的。就是相对于说，你直接把一个1倍24mm的照片拿去裁切出来的结果，
会跟它实际上产生的 28mm 跟 35mm 的出来的效果会有点不太一样，而且在 High Efficiency 的照片格式下呢，一样有24 megapixel 的结果，整体来说算是还不错的。那它从12 Pro 开始呢，就推出这个 Pro 的这个格式。那它这一次的 Pro 呢，有一个版本叫做 Pro Max。好，那其实我不太知道它跟其他的 Pro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它这一次的主镜头呢，的确是可以达到48 megapixel 的结果，在不同的焦段之下，像是28的焦段之下呢，就会往下缩到35 megapixel。那你用到35mm 的焦段的时候呢，它会再往下缩到24 megapixel。那当然啦，用到2倍焦段的时候呢，它就会再往下缩到12 megapixel 的结果。好，那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猜测，可能因为光线不足，它需要补足光线跟颜色的关系，所以呢，它就会全部往下压缩到12 megapixel 的结果。好，那虽然说夜拍呢，它只有12 megapixel， 但是其实出来的成像，我自己觉得是还不错的。其实它细节锐利度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噪点的问题呢，都处理的还算蛮好的。所以有时候像网上拍照呢，其实都可以考虑直接使用 Pro 的格式下去拍，只要你不是要印刷，应该都还可以啦。这次15 Pro Max，尤其是 Pro Max 的版本，最大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5倍的长焦距镜头，那相当于一般全幅相机 120mm 的焦距啦。那对于像我在使用的 Sony ZV-E10 来说，是 APS-C 的格式，那就是差不多到 80mm 的焦距。那它可以为拍照啊，或是拍影片啊，带来多一个焦段的选择。只不过呢，这次当然它的5倍的远望镜头呢，其实也是12 megapixel 的镜头啦，但是整体上来说表现还算不错。那以前的2倍镜头其实就是还是保留着，只是用主镜头去在做压缩跟数位变焦这样子的效果。比较尴尬的就是在2倍焦距跟5倍焦距中间这个区间呢，全部是靠2倍焦距去放大跟裁切，所以变成说中间这个3倍啊 77mm 这个焦段呢就不见了，就是全部是切出来的。那当然成像一定没有是主要的镜头这样子拍起来的那么好看啊。所以说如果你觉得5倍的焦距你真的不喜欢拍到那么远，或者你用不到这么远的焦距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考虑15 Pro 就好，就不用考虑15 Pro Max，因为15 Pro 都还有保留 77mm 就是3倍的焦段这个镜头。好，那这次 iPhone 15 Pro 跟 Pro Max 使用了 A17 Pro 这个晶片，那它主要就是强调它可以支援到 USB 3.2 Gen 2的这个传输速率。那一来主要就是它要配合整个欧盟的法规上面的变化，要求所有的设备都必须使用 Type-C 来供电或是充电这件事情，那导致说 Apple 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它以前 Lightning 的这个头来当做 iPhone 的充电头啦。而且在改成 Type-C 之后呢，它最高的速率我查到的资料是可以到29瓦的充电速率，相对于14 Pro Max 最高是20瓦的充电速率来说，再快了那么一些。除了充电这件事情的提升之外，那当然就是资料传输的速度的提升啊。那我自己尝试了2种不同的模式，一个就是使用 PGI Tech 的读卡机，然后配上 Samsung 的 U3A2 V30 的 microSD 卡来传输我昨天前天这样子拍下来的这些照片跟影片，大概800多 mega 的档案传到这个 microSD 上面，大概的时间呢是用了45秒左右就传完全部的东西了。我相信以前呢要传超久，一定是超久，传到天荒地老。然后呢，我当然呢也要测试用 SSD， 然后配上 Apple 这次出的 Thunderbolt 4的数据线来传输这些档案到我的 SSD 上面会花多少时间？结果一模一样的档案，我只花了10秒钟，10秒钟我就传完全部的东西了，真的速度超级快。所以呢，终于不用再龟速这样慢慢传档案到你的外接的硬碟或者是你外接的记忆卡，以前真的是传超久的。而且这个东西还关系到我下一个要讲的内容。iPhone 从13 Pro 开始呢，也推出了 ProRes 这个档案格式，但是这个影片格式一直以来的上限呢，就是 4K 30 FPS， 没有办法再突破。那它这一次终于可以突破到 4K 60 FPS 的档案格式。那之前呢，大家就在猜测，可能就是因为真的拍下来档案太大了， 4K 60 FPS 的档案真的太大，就拍完了之后你要传出来也很慢，因为没办法嘛，你要靠无线的方式传，你靠 Lightning 呢真的是传到天荒地老，也不知道传到什么时候才传得完。所以呢，就算你拍了一个
超级高清的 ProRes 档案，你要传出来真是非常的痛苦。那它这次 Type C USB 3.2 Gen 2的版本，最高的速率去到10 Gigabits， 相对来说可能就是1 Gigabyte 的速率。对于使用者来说呢，在传输档案上面是相对真的会比较方便一些，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当你要拍 4K 60fps 的 ProRes 档的时候呢，它一定要强制你用外接的储存媒体才能拍，因为就是档案真的太大了，我直接干脆帮你存到外面的储存空间，使用上来说就比较不会占用到手机的容量。好，那我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一样尝试了，就是使用了 PGI-TEC 读卡机，还有一个我根本不知道哪个牌子的读卡机，配上 SD 卡 Micro SD 卡，以及 Thunderbolt 4配上我的 SSD 一起来做拍摄测试。结果我发现呢，当我使用读卡机配上 SD 卡，不管是 PGI-TEC 读卡机也好，那个不知名品牌的读卡机也好，我用的记忆卡其实传输速率也都不错啦，也有170、150的这些传输速率。问题就是在于说，本身这个读卡机它也有一些速率上的限制，所以拍出来的 ProRes 的档案呢，都会有点掉格的问题，影片中间会有点好像卡卡的。当然，这跟切换那个镜头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问题主要还是出现在读卡机的速率相对不是那么够。那我用 SSD 配上 Thunderbolt 4的这条线呢，拍出来的 ProRes 影片呢就没有这个问题。那后来我在回家之后呢，在测试之后发现呢，原来我不管是我的 SD 卡还是 Micro SD 卡，透过读卡机去写入跟读取的速率呢，其实只有到达70多，有时候甚至更少的读取速率。但是 Thunderbolt 4配上 SSD 卡，最快我测试到300多的传输速率，所以相对来说那个传输速率的确是差很多啦。所以当有需要使用 ProRes 的人呢，我真的建议要准备一个 USB 3.2 版本，速率可以达到就是200-300以上的这种速率的线，配上它的储存媒体，不管你是 SD 卡也好啦，你是 SSD 也好啦，本身的这些东西的写入速率呢，一定要足够。不然的话，拍出来的影片都会有掉格的问题。那这次整体来说，我觉得 iPhone 15 Pro Max 相对我上一部 iPhone 12 Pro Max 来说呢，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跟进步的地方。那毕竟中间2次的相机升级13跟14，我都没有经历到。对我来说啦，如果你是还在12或13，你真的有兴趣想要 upgrade 到15的人呢，我其实觉得呢 ，iPhone 15 Pro Max 呢的确是可以考虑的，尤其是对于经常需要拿着手机拍东西的人来说啦，你还有个5倍的焦距，其实可以多很多不一样的拍摄方式跟不同的视觉感觉出来。好，那像是我在其他影片有看到过热啦、耗电这些问题啦。第一个过热的部分呢，我感觉最明显是在拍 ProRes 的时候，我的手机变得超级烫。不过那个时候它也只是关闭我使用闪光灯这个功能，其他东西都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但是我拿在手上呢，就算我用了这个手机壳，我还是觉得蛮烫手的啦。但是像我在玩游戏，我现在主要玩的 Pokemon Go 啦，或者是那个魔物猎人闹啊，我自己觉得就还好，没有什么太过热的问题啦。那耗电的部分呢，老实说，我觉得它跟我之前在用12 Pro Max 的时候感觉差不多，电都还是一样喷的那么快。我那天试了一天下来，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我的手机可能剩下40几% 的电量。当然啦，它本身效能多了这么多强大的东西，那它整体的电量消耗上面的状况又跟12 Pro Max 来说是差不多的。严格来说应该是有进步啦。因为毕竟它要撑这么多高效能的东西来说的话，好，那这次影片先到这边。喜欢这次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跟分享。那有任何问题呢，或者是你希望我帮你们去测试些什么东西呢？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我会尽量多一点测试，然后再分享结果给大家。那我之后应该都会再继续用15 Pro Max 多拍一些东西、一些结果，然后把实际上使用的感觉再分享给大家知道。好，那有兴趣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我都会尽量更新多一点东西在 Instagram 上面。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